距离欧盟正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达38.1%的关税还有不到2周之际，中欧于22号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征收惩罚性关税是最糟糕的选择。德国对关税谈判持放开态度。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2号应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欧盟发言人吉尔则在视频会谈后透露，双方将继续在各个层面接触。 欧盟委员会本月12号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8.1%的惩罚性关税，导致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方谴责欧方此举是将调查工作武器化、政治化，敦促欧方深思慎行，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纠正错误做法。 观察指，中欧此次磋商至关重要。双方如果无法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欧盟加征关税的举措将从7月4号起生效。而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则将持续至11月2号。欧盟将在这一日期前确定未来5年生效的最终关税税率。 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即将开启的磋商中，欧盟能在谈判桌上进行回旋的筹码或许并不多。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3号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欧洲、中国、美国的贸易关系中，中欧实际上走得更近。在欧洲仍拥有大量制造业的前提下，欧洲难以像美国一样敢于中断全球贸易，也难以与庞大的中国市场脱钩。其中，欧洲汽车业与中国汽车业已经通过合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有约1/3的销售额和很大一部分利润都来自中国。 So I think the EU is probably more prepared to negotiate and is less likely to be as hardcore or as robust in its response as the Americans.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在制定反补贴关税时，欧盟就留下一定的谈判空间。一般情况下，要使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失去竞争力，关税要达到50%或者更高。但欧盟此次加征反补贴关税后，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到欧洲的关税成本最高为48.1%，说明欧盟并不想引发全面贸易战。 我们最根本的优势是说，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以及包括像基建设施这样配套的这样一个整个产业生态，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个成本控制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说，欧盟如果还要靠以前的这个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法，靠贸易防御工具加征这种关税的打法来去拉平中国的这样一个优势的话已经是不可行的。所以说，欧洲方面最终还是要正视中欧双方的这个。 经贸一种新的形态的情况下去寻求双方的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而不是聚焦于这个竞争方面。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文涛与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之前，当天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会晤时，也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重申了中方对于上述调查和出台关税的反对态度。 王文涛还表示，早就做好了与欧盟磋商准备，并希望德方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舒尔茨总理最近公开反对这项调查，认为此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也认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并支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本案。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 Ich teile deshalb ausdrücklich. Und das kann am Ende nur dazu führen, dass Produkte teurer werden, dass Menschen dadurch weniger Produkte kaufen können, dass Innovation und Investitionen verhindert werden und deswegen die so dringend notwendig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auch beispielsweise zu neuen klimaneutralen Techniken verzögert oder gar aufgegeben wird. wäre also schlecht. Am Ende für nicht nur die Wirtschaft oder die Weltwirtschaft, sondern für die gemeinsamen Ziele, die wir erreichen wollen. 哈贝克认为，在11月之前，中国与欧盟还有时间就关税问题展开对话。在这个阶段，谈判是可能的，讨论是重要的，对话是必要的。彭博社指出，哈贝克是德国绿党内部的亲商派，一直反对保护主义措施，支持自由贸易。在欧委会宣布拟加征关税决定后，哈贝克立即呼吁同中国进行谈判。 德国经济部此前已表示，哈贝克不会直接参与关税谈判，但会在与中方官员的会晤中推动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作为欧盟宣布对华加征关税决定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高级官员，哈贝克此访目的性很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红分析，哈贝克此行是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促成中欧谈判，避免贸易摩擦升级，波及在华发展的德国车企。哈贝克作为绿党，那么我们看到绿党呢，现在它推行的这个绿色转型，不仅是在德国层面，而且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现在都面临很大的这个困境和这个阻力。绿党的支持率在急剧的下滑，所以说，如果绿党要继续的去推行这个绿色转型的话，在没有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供应的话，那你的绿色转型最终可能只是一纸空谈。此访第二天，哈贝克从北京转场上海，访问宝马集团中国上海研发中心。德国商报指出，哈贝克到访除了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外，重点还要听听德国老牌企业的呼声。外界注意到，在欧盟出台加税措施后，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第一时间就批评这是错误的决策，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即以关税回应关税，以孤立取代合作，必将阻碍宝马等欧洲车企的发展。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明博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欧盟的关税大棒既不能为德国汽车制造商提供保护，也不能提高其竞争力。Die Stimmung ist da schlecht und da hoffe ich mir natürlich, dass der Vizekanzler und Wirtschaftsminister jetzt hier hinkommt und auch eine klare Message sendet, dass Deutschland eben kein Interesse an diesen Zöllen hat. 在这个电动车领域，在市场方面，中德之间它是一个错位的，可以互补的。那么另外呢，中德之间在汽车领域的合作，这么多年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合作的经验和很多的这个深厚的基础。所以如果双方继续深耕的话，在电动车领域，双方还是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实际上，令德国车企倍感担忧的原因是，一旦中方出手反制，他们将损失惨重。中欧新能源车企18号在中国商务部一起开了一个闭门会，会上有中国企业请求中国政府对欧方采取最严厉措施，包括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范围内，对自欧进口的大排量燃油车实施最高25%的暂定关税。纽约时报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不少消费者仍青睐德国品牌。梅赛德斯奔驰最豪华的汽车，德国制造的迈巴赫，在中国的销量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可见，如果中国对欧洲产汽车发起关税报复，德国等传统汽车制造国恐怕难以承受。或许这就是为何在欧盟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后，德国政府格外焦虑的原因。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哈贝克之后，德国数字化和交通部部长沃尔克维辛随后宣布将于下周访华，他是坚决反对关税的领导人之一。维辛自行表示，关税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对欧盟也没有好处，没人想和中国打贸易战。纽约时报认为，虽然解决此次围绕中国电动车的贸易争端仍取决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但无疑德国将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报道指出，中欧上一次发生类似重大贸易争端时，德国就是解决问题的胜负手。2013年，德国团结欧洲各国政府成功推翻欧委会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的提议，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得以迅速涌入欧洲。中欧推进解决贸易争端的同时，大洋的另一端，美国再次出手打压中国。美国财政部日前就发布了限制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企业的最新草案。根据新规，美国企业和个人将被禁止投资某些特定用途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通过特定计算能力进行训练的系统。此外，对所有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半导体相关的交易，即使不属于人工智能、军事或敏感领域，新规也要求投资者履行申报义务。路透社指出，新规主要针对美国个人、企业对中国大陆、澳门和香港的投资。但美国官员表示，以后可能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这份草案的公众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8月4号，意味着新规很可能在年内实施。22号，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结束在越南为期2天的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康达在越南不忘炒作南海问题，强调对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力挺盟友的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再伸军事触角。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21号宣称，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关岛部署第3支滨海作战团，以协防第1岛链，作为美军在西太部署的快速反应力量。该计划被美军给予厚望，又为何被外界指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来看报道。
南海近来不平静，菲律宾挑衅动作不断。23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菲律宾不会挑起战争。他宣称，在南海局势持续升级的情况下，菲方将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与此同时，他又称赞菲军人在此前与中国海警对峙中表现英勇，怂恿他们继续履行职责。据法新社、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道，马克思周日是在访问位于巴拉望岛的菲律宾南海部队总部时做出这番表态的。而巴拉望岛是距离仁爱礁最近的菲律宾领土。当天，他还向参加所谓补给任务的80名水兵颁发奖章。分析指，菲方近来之所以态度嚣张，很大程度上是美方幕后怂恿助推的结果。据彭博社报道，2天的行程中，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与越南外长裴青山等官员举行会晤，期间重申美越伙伴关系从未如此牢固。尽管美方多次强调此访与普京访越无关，但这一前后脚行程还是引发外界猜测。据报道，美国务院并未提前预告该行程，而是在普京访越期间临时宣布。有分析指，这或显示出美方做出该决定较为仓促。另据外媒披露，此前美方曾对越南接待普京表达抗议。值得注意的是，访越期间，美方再次恶意炒作南海问题。康达22号在河内出席一场记者会时称，南海局势令人深感关切。中国近期在涉及菲律宾，特别是仁爱礁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稳定。他还表示，美方将持续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强调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承诺。对于美方此番谬论，中国驻越南使馆发言人23号回应称，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美国为了自身地缘政治私利，屡屡插手挑拨中非涉海问题，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无论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还是美日美韩安保协议，里面都提到了集体防御的条款。作为美国自身来讲，它不是集体防御，它只是打着集体防御的旗号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现在在怂恿菲律宾另起炉灶，打造新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就是要把南海变成一个动乱之海，把南海变成一个战争之海。近期美军再次将触角伸向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针对中国意味明显。21号，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埃里克·史密斯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在华盛顿共同召开记者会时宣称，美军计划未来几年内在美属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保护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史密斯在记者会上还特别强调，这支新组建的滨海作战团小规模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内迅速部署到菲律宾，以分散作战空间。而当被问及这些措施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时，史密斯竟扬言称，如果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舰只沉没的话。此外，记者会上，美日双方证实，今年12月开始驻扎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将迁往关岛。据悉，目前关岛已有2个美军基地，分别为关岛海军基地和安德森空军基地。去年1月，美海军陆战队正式开放了位于关岛的16.2平方公里的布拉斯营地，以配合本次迁入。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首个滨海作战团在夏威夷成立，并在美菲举行的史上最大规模2期登陆演习中亮相。去年11月，美军第2支滨海作战团在冲绳成立。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称，美军驻扎在冲绳的作战团约有2000名士兵，在紧急状况下，作战人员将被分散部署到周围的岛屿。这些岛屿距离中国台湾地区最近的不到160公里。而美方曾透露，计划在关岛部署的滨海作战团将能够实现在移动中发射反舰导弹，进行远程探测和交战等。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3月曾发表专题报道，详解滨海作战团这一美军作战新概念。报道引述一名美海军陆战队官员的话称，这支全新的作战力量被设计得更小、更轻、更机动，其作用为收集情报和目标数据并迅速共享，因此将不会发动传统的2栖攻击，而是作为一支规模更大的多军种联合部队的辅助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具备杀伤力。该报道指出，滨海作战团下辖的滨海战斗队相当于一个使用先进武器的步兵营，可向100海里以外的敌方舰艇发射导弹，协助主力部队阻止敌方进入海上咽喉要道，如台湾海峡和吕宋海峡等。报道还描述了该作战团的日常行动，包括训练在岛链覆盖的广大区域获取食物、燃料和导弹，在收集大量有价值信息的同时，又不暴露己方信息。之前2个滨海作战团，一个呢是在琉球群岛，
还有一个是在夏威夷。那么在琉球群岛和夏威夷中间是不是有个断点？这个断点就是关岛啊。之前海军陆战队各个作战部队主要是两栖夺岛作战，要达到这个目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要以海制陆转为以陆制海，也就是要抗登陆演习、抗登陆演练，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3师组建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考量。事实上，滨海作战团作为美方应对大国竞争而全面重新设计的重要一环，也被视为美军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服务于拜登政府近年来所大力提倡的岛链战略。该战略旨在使美国陆海空3军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员的行动同步，进而与美国在第一岛链地区的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军队加强协作。相关部署计划也被美军寄予厚望。根据美军此前规划，到2027年，美军将创设总计3支滨海作战团。但有观察指出，目前滨海作战团要形成战力仍面临巨大障碍。美国媒体此前分析称，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广阔海域的作战将面临多重的后勤挑战，包括在美国国会预算争夺的背景下，相关部署能否得到资金保障，以及美国国防工业在面临俄乌巴以多条战线的压力下，新装备与新技术是否能及时交付。与此同时，美国在本地区的盟友是否允许美军在其岛屿上作战，也存在不确定性。以冲绳为例，当地驻扎的大量美军及其相关活动，长期以来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报道还指出，由于美国升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作，这让域内的一些伙伴国感到不安，担心紧张局势失控而被卷入更大的冲突中。第一呢，就是美军内部的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打造滨海作战团，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于美国陆军打造的多域作战部队，他们之间争什么？争编制、争预算、争装备，这是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威胁。另外一方面的话，滨海作战团规模不是很大，一个团大概是2000人左右，这里面既有防空的力量，又有反导的力量，还有反舰的力量，所以它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尤其是面对中俄这样的军事力量，它其实显得非常的薄弱。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近日扬言，今后数年内，美军将在关岛部署具备快反能力的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直接扬言是为了对抗中国设计的。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是的，程倩，美国军方高层最近说话也是越发的露骨了。有记者提问说，这些措施能否有效阻止中国？这位海军陆战队司令展现出所谓美式自信。他说：“如果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舰船沉没的话，那么足够了。”在此前的节目中，我曾经详细的介绍过滨海作战团的定位。它的作战使命是坚守在个别关键岛屿里，使用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精确制导火箭弹等武器，阻止假想敌的海空力量突破岛链，深入大洋。所以它的最佳使用场景就是中国周边的所谓岛链。本质上，它是某种迟滞兵力，是用来拖延解放军的攻势进展，以拖待变，等待美军其他战略方向上的援军赶到亚太战场。想的倒是挺美的，在军事领域，一切设想看似都挺完美的，可在真实作战场景中现实完全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新闻应该结合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谈，那就是驻冲绳美军将于今年12月开始移师关岛。主要涉及的单位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么做主要有2个因素，首先是美日之间关于冲绳基地的纠纷争吵不断，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驻冲绳美军的军地关系搞得很僵，失去民间支持的驻军是很难开展工作的，因此往关岛后撤一步势在必行。当然，更为主要的因素，美军方面并未对外透露，但是懂行的人肯定清楚，那就是以解放军目前的军事实力，以冲绳为核心的所谓第一岛链已经不再安全了，将机动兵力后撤至关岛一线的所谓第二岛链也是一种无奈。毕竟，没有哪位将军愿意将自己的有生力量直接暴露在假想敌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沦为一个个活靶子。眼下正在发生的军事动态，可以视为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某种重大变化。美军嘴上不说，身体倒是很诚实。
变相承认了解放军的今非昔比。至于第3支滨海作战团正在关岛组建的消息，我倾向于认为，美军经过这些年的近距离观察与面对面的博弈，越发感受到了力不从心。基于第1岛链困住中国的战略设想，已经事实上破产了。现在把目光投向第2岛链建设一下关岛，试试看吧。军事博弈是一个非常讲究实事求是的事情，它往往不以总统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总统大可以在白宫战情室里颐指气使，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只能基于现实情况实话实说。比如说，总统先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做不到啊。这位美军司令还大谈将依托岛链继续履行美国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的所谓防卫承诺。您对此又怎么看呢？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构想与军事部署，主要基于带状分布的基地群，依托基地投送兵力，依托基地展开兵力。而这些基地群由北向南环状分布在所谓第1岛链与第2岛链上。正因为历史上美国用这套战略打赢了上一场太平洋战争，那么围绕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所谓下一场太平洋战争，美国人的动作是可以预期的。本质上讲，基于岛链进行的防守反击博弈，要点在于制海权与制空权的争夺。翻开地图，我们不难看出，关岛的位置正好处在西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向北通往日本，向西北通往中国的台湾岛。向西就是菲律宾，向南通往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向东则是威克岛、马绍尔群岛以及夏威夷。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设想里，未来最有可能与中国爆发制海权冲突的预设战场，就是所谓第1、第2岛链之间的菲律宾海。美军如今一切的工作恐怕都将围绕着这场想象中的海空大战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军的战略构想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牵一发动全身。美国政府这几年在印太地区搞的各种动作，无非都是要想将这一片海域的相关国家都拖下水。在东盟方向上，美国挑唆菲律宾与越南与中国正面冲突；在日韩方向上，美国以东北亚局势为切入点，捏合美日韩3国同盟，遥望台海局势。在大洋洲方向上，美国一直在以先进的技术武装澳大利亚，妄图让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能够扮演所谓近似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某种角色企图进一步压缩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总体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构想环节太长，关键节点过多，需要极强的盟友统合能力。一方面，作为盟主的美军必须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美国还要持续向链条上的盟友们持续释放红利，以保持向心力。还是那句话，设想起来可以很完美，可一旦到了具体执行阶段，千头万绪，令人头皮发麻。这恐怕不是一任美国总统就能做到的。眼下的这个美国与那些即将接班的华盛顿中生代们是否有父辈们的战略眼光与狠辣的战略手腕呢？博弈还在继续，胜负还远没有分晓。继普京访朝后，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22号停靠韩国釜山港，将参加美日韩首次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此次演习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的具象体现，这也让半岛局势再次绷紧神经。韩方透露称，此次演习是对俄朝签约所做的警告。军事抱团的美日韩将宣布哪些升级举措？三方背后又夹带哪些私货？来看报道。韩国海军表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于22号抵达韩国港口城市釜山。这是去年11月卡尔文森号航母后首次由美军航母抵达釜山港，而罗斯福号也是首次访问韩国。韩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罗斯福号航母的抵达表明了盟国强大的防御态势。据路透社透露，罗斯福号的抵达是为本月底与日韩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做准备。与罗斯福号航母一同抵达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哈尔西号和丹尼尔井上号驱逐舰。本轮演习结束后，罗斯福号将被部署至中东地区，以接替从红海撤离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自由之刃是美日韩3国防长6月上旬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时
时敲定的合作项目。演习英文名称 Freedom Edge 取自韩美联演 Freedom Shield 和日美联演 Keen Edge 的各一部分，寓意在美韩美日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边军事合作的高度。演习以三国共同关注的危机事态为响定背景，由美国主导，日韩分工分区协作展开。值得警惕的是，至今美日韩仅在海上或空中等单一作战领域实施联合军演，包括海军搜救演习、导弹预警演习、战略轰炸及护航演习等。代号为“自由之刃”的多日联演尚属首次。外界分析称，此次军演不但是美方兑现去年8月戴维营峰会的承诺，也是美国推动印太北约化的具体体现。演习将于6月底举行，持续5天左右，期间将进行指挥所演习。海上联演将在日本海、济州岛周边海域和菲律宾海举行。美海军将出动罗斯福号航母打击大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驱逐舰将与其实施准双航母演习。韩海军派出宙斯盾舰参演，空中演练集中在日本海上空。升级版的美日韩军演无疑让本就紧张的半岛局势再次绷紧神经。韩方称这是对俄朝签约后的警告回应。韩国军方消息人士21号表态称，这次演习是在平壤不断挑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的情况下举行的，因为普京的访问可能会加深俄朝两国在军火交易之外的军事合作。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抵达釜山后，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长张胡正23号称，如果俄罗斯向朝鲜提供高精度武器，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不设限。韩国政府还在声明中强调，要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同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没有排除与朝鲜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渲染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当天，克里姆林宫则回应称，西方的反应在预料之中，但俄方的对外合作不针对第三国。普京20号访问越南时也表示，韩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俄方对朝方的军事援助只会发生在朝鲜遭入侵之时。而就我所知，韩国没有入侵朝鲜的计划，那就意味着无需担忧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如果说美日韩的这种军火交易、军事合作，甚至军事上的整合，美日韩认为没有对周边造成威胁的话，那么朝鲜跟俄罗斯的类似的行为也不会对周边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这实际上是相同的。那么不可能说是美日韩认为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是有影响的，却认为自己的这种整合没有影响，这是不公平的。外界注意到，美日韩三国近期不断在东亚地区加强军事力量，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分析认为，三方此时大力渲染朝俄威胁论，并宣布军演进一步升级或另有所图。美国国内因为11月选举的因素，所以呢，拜登政府迫切的希望搞出一些外交上的成绩在西太平洋似乎要建立一个成果。日本跟韩国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也是为了国内的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之后，要在这个方向上能够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强硬、自己的有效，那么在选举里面争取更多的份额。美日韩将举行多领域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军演是对俄朝加深军事合作的反应吗？主持人好，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俄朝加深军事合作释放了强烈的警告，这是目的之一。普京访朝以后，朝俄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一方陷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将毫不拖延地尽其所能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不仅被看作是朝鲜可能援助俄罗斯的对乌作战，也被看作是朝鲜可能在俄罗斯支持下对韩加大敌意，利用俄罗斯军事技术发展导弹和核武器。那么，为了预防朝鲜核导试验出现不测，美日韩进行联合军演，试图给朝俄某种反威慑。美日韩自由刀刃演习涵盖了海面、水下、空域和网络多个领域。美国航母罗斯福号也要参演，可见要强化、提高三国对朝鲜的军事威慑。美日韩联合军演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强行推进印太北约化，打造印太地区盟友关系新样板。美日韩在举行三方联合军演以后，可以以此为框架，拉拢更多的盟友入伙，冲击地区安全与稳定，加剧阵营对抗风险。美日韩的军演目标其实是扩大了，从警告俄朝扩大到了钓鱼岛争端、台海、南海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共同关注的危机事态，
不排除呢今后还会把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等也拉进来。第三个目的呢是三国在联合行动，但是呢韩日两国也是各有所图，夹枪私货，各自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美国呢是参与者，在主导军演的同时，对外展示延伸威慑、保护伞等信号，推动日韩及其他盟友呢敢当马前卒。日本呢则借此拓展外向性军事能力，扩大防务外交影响力，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向亚洲军事强国前进一步。韩国呢则要通过军演来凸显美韩军事合作与军工产业合作，希望呢借助军事合作小突破来扭转执政的颓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他们的民意支持率呢现在都到了危险水域。那么通过美日韩军演，特别是通过拉近日韩关系来拉抬民意支持率，这呢也是日韩领导人不便说出的目的。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是三国防长月初在新加坡会谈后商定的。他们还谈到要将三国防务合作制度化。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今年夏季会有第2次美日韩领导人峰会吗？美日韩三国防长新加坡会谈以后，一致同意呢将高层政策磋商、信息共享、联合训练等机制制度化。马上呢要举行的这个自由刀刃联合军演就是联合训练制度化的体现。为什么呢？急着要把三国防务合作制度化呢？一呢是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月就要投票了，拜登呢没有十足的把握，而特朗普是出尔反尔，令人难以琢磨。日韩呢要是在拜登任期结束前设法呢把三国防务合作制度化，也就是形成制度，只要呢是制度化的东西就不太好更改了。要是更改呢也得花一番功夫。二是日韩领导人位置不稳，特别呢是岸田，说不定呢在今年秋季就要下台。尹锡悦的任期还有2-3年，但是呢他也是跛脚鸭，所以呢日韩领导人要抓住机会，争取呢把美日韩防务合作制度化成为他们的政绩。过了这个村呢就没了这个店，谁知道以后的美日韩领导人对三国防务合作还感不感兴趣？三呢是台海、南海局势都在快速的发生变化，而美日韩三国呢都想通过防务合作来构建这个印太北约化的框架，增加三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现在呢不能把有关合作制度化，今后呢是充满了多变，三国呢可能是应接不暇。要是把美日韩防务合作制度化，大概呢要通过三国领导人峰会来加以宣示。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6月初就说，召开第2次美日韩领导人峰会是今年下半年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呢需要密切的关注，看有没有第2次美日韩领导人峰会。如果有呢，那么三国防务合作可能就制度化了，也就是定下来了，不宜改变。如果没有这个峰会，那么三国防务呢合作就泡汤了，不可能制度化了。当地时间6月22号，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并成功达成目标。美方随后否认航母遭袭受损，但同时表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已撤离红海回国。上月底，胡塞武装也曾宣称击中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胡塞武装为何多次对外释放类似消息？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来看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2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导弹在红海袭击了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但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航母遇袭的消息。此前5月31号和6月1号，胡塞武装曾连续2天发表声明称，他们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击中了艾森豪威尔号。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美军航母遭严重损毁，甚至被击沉的说法，美军当时也予以否认。实际上，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多次袭击红海水域目标。此次除号称袭击航母以外，胡塞武装23号凌晨还宣布，近期对驶往以色列港口的多艘船只进行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2艘水泥运载船以及2艘货船。胡塞武装也是通过上强度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胡塞武装敢于在西船战方面上强度，底气来自于美英不敢扩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众所周知，美英在过去数月一直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但没有收到明显效果，而美英的空袭力度也始终没有提升。
因此，在美英空袭之下，实力没有明显受损，而且越来越适应了美英空袭的胡塞武装，在西川方面的胆气呢就上来了。有分析指，从理论上讲，以无人机加导弹的攻击模式击伤或瘫痪外国军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在黑海的沉没就是先例。但针对胡塞武装号称成功袭击美军航母的真实性，外界依然存疑。胡塞武装在2014年底、2015年初获得首批反舰巡航导弹，是已经过时的苏联造 P-21和 P-22导弹。据了解，这两款导弹射程仅为80公里。而最让美西方担心的是，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的射程为300公里的曼达德2导弹和赛义德导弹。同时，胡塞武装还拥有伊朗制造的征服者313导弹的反舰版本阿西夫鱼雷，射程可达450公里。而根据胡塞武装的说法，该组织还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可达8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并准备列装。不过，这些武器系统的性能和在胡塞武装手里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外界仍不清楚。胡塞武装已经用这些导弹打击美军驱逐舰和航母，可以说，只要是手头上的反舰导弹、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呢都将之投入了实战。导弹准头差，突防能力差，胡塞武装呢并不是很在乎。只要打出去，就能让美国海军头上冒白毛汗，因为美国海军不敢去赌胡塞武装的导弹完全打不中自己啊，所以只能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心理压力很大。此外，由于弹道导弹攻击距离远，飞行时间长达数分钟，必须多次进行目标修正。美国核动力航母行驶的最高时速为30节，对其发起攻击需要一整套飞行数据链和多个协同作业平台，数据传输过程也相当复杂。胡塞武装在没有高空卫星的情况下是如何发现美国航母的？这也是外界质疑胡塞武装能否击中美国航母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观察指出，即便胡塞武装具备相应的攻击能力，但要想攻击一艘被护航编队包围的航母，显然并非易事。美军航母在战区执行任务时，周边通常有2至3艘驱逐舰提供保护，并配备预警机24小时值班。若同时以数百枚导弹发动饱和式攻击，确实可能突破美军防线。但胡塞武装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塞武装的信息搜集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既没有天气侦察监视系统，也没有强大的空中、海上以及水下侦察监视系统，单靠数量有限且性能不先进的暗基雷达、海面小船以及互联网 AIS 船舶动态查询系统等手段，很难对美国海军机动性很强的航母、驱逐舰和巡洋舰进行不间断的实时跟踪、监视和定位。伊朗由于距离也门较远，而且伊朗自身的侦察监视能力也不强，能够给胡塞武装提供的侦察监视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很少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胡塞武装所说的击中美军驱逐舰和航母的消息，可信度存疑。日前，美联社的记者登上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布了相关现场视频，证明根本不存在所谓被胡塞武装击伤的说法。深圳卫视注意到，海外社交媒体上曾流传一些有关该航母被击伤的图片，不过最终都被证明是移花接木。例如，其中一张实际上是1967年越战时期美军弗莱斯特号航母在东京湾准备执行任务时，甲板突然发生爆炸起火，随后该航母进行大修的照片。不过，外界注意到，在美联社记者的镜头下，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官兵疲态尽显，士气低下。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也称，航母官兵已身心俱疲。艾森豪威尔号于2023年10月前往红海，作为美国对胡塞武装袭击商船行动回应的一部分。按照美海军的说法，这是自2战以来最紧张的一次部署。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已在红海执行任务约8个月，其任务期已被延长2次，在中东航行超过了5.5万英里，舰载机飞行超过3万小时。不仅如此，在过去5年中，该航母部署的天数也比任何其他美国航母都要多。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除了船侧因炎热潮湿的海上空气、管道漏出的日常废水造成的生锈与盐迹，到处是喷气燃油的臭味，一滩滩的油污。白天，美军航母战斗群经常在红海拦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而在夜晚，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则需要经常起飞，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报道称，这场没日没夜全天候的部署，已使得艾森豪威尔号的设备人员承受度接近极限。目前，外界还无法核实胡塞武装和美军双方说法真伪。就在这一袭击风波发酵之际，美军方21号宣布，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当天已离开红海任务区域，将在地中海水域做短暂停留后返回美国。
下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将赴红海水域，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执行任务。现在，美国拥有11艘航母，约占全球总数的40%。这些航母中有4艘处于部署状态，3艘处于训练和准备部署状态，4艘处于例行维护和维修状态，维修周期通常为1年或更长时间。4艘处于部署状态的航母中，1艘始终驻扎在日本，负责区域巡逻和演习。第2艘航母通常也部署在亚太地区。艾森豪威尔号此前是唯一1艘负责中东或欧洲事态的航母。很明显，美国海军航母的总体状态呢并不好。让人惊讶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海军在海上一直处于部署状态的航母数量总是在2到3艘，很少达到4艘，无法一直保持3艘以上航母同时在海上存在。这就导致在海上部署的航母不得不延长部署周期。多年以前，美国海军航母的海上部署周期是半年，现在却经常延长到8个月，舰上官兵疲惫不堪。台军汉光40号演习的实兵科目将于7月22号至26号登场。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透露，今年的汉光演习将不如往年好看，因为取消由台湾地区领导人亲自视导的大型火力展示项目，转而标榜尽量贴近战场实况。台军方高层透露，这是美方持续要求之下今年做出的重大改变。汉光演习常被讥讽为军事表演秀，此前就事故不断。台军本来训练水平就比较拉胯，此次想要一口吃出个胖子，提升实战水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至于实弹操演，台军方官员表示，演习将保留陆军在金门、马祖、澎湖等地区的火炮操演，以及海军4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的实弹射击。至于精准实弹，都将移至8月的年度测考举行。今年汉光演习不再进行大型操演科目，因此也将不再有所谓高层长官莅临的预校操演，实弹射击也将考验官兵的训练成效。对于今年实战化作为的改变，不少一线台军官兵都明显感受到差异，甚至有点不适应。实际上，就算是有剧本的演习，台军也是事故频发。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表示，今年的汉光演习最大的变化是，将以往的演戏开始变成了真正的演习，演习难度显著增加。因为台湾地区军队原先的演习都是有详细的预案，每一步怎么做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接着呢，根据演习预案进行多次排练，之后还有预演，最后才是正式进行演习。实际上呢，就是把练了很多遍的流程再走一遍而已。不仅如此，为了让演习场面好看，还专门加入了不少完全不具备实战意义的科目，比如把大量坦克、火炮在岸滩上密集排成一排进行射击。这样的演习完全就是演戏嘛，跟实战严重脱节。石红进一步分析认为，现在台军要求贴近实战进行演习，比如突然通报战场情况，下达作战任务，这就要求部队根据任务能够自行决定如何集结、如何开进、如何作战，最终完成任务，这样就使演习难度呈几何级增加。再比如连续作战演练、夜战演练，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身体素质、快速应变、后勤保障、协同或联合作战等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难度相比之前同样是几何级增加，正因为突然大幅提高难度，使得习惯了演戏的台湾地区官兵呢，普遍感到不适应。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媒体还透露，此次汉光演习大调整是美方施压的结果。军方高层私下不讳言，这是长期美方持续要求之下，一步一步进行改变的结果，但距离理想仍有一段距离。近年来，汉光演习背后越来越多美国下指导棋的痕迹。去年7月26号，台军汉光39号演习实兵操演进入第3天，台军首次在桃园国际机场实施反空降操演，同时在桃园炼油厂进行防护演练。由于桃园国际机场旅客航班众多，岛内民航部门评估恐有100余航班因此延迟，上千名旅客行程遭延误，容易引发民怨。台军方原本考虑改在台南机场举行，但据传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联络组提出，操演是为了模拟攻击军从桃园竹围海滩登陆，夺取桃园机场，应按实况操演。当时就有台湾名嘴爆料，美方建议在汉光演习开设空中安全走廊，是为了美军的直升机和 F-35可以直接起降，给美国空出一个撤侨的地方。这不是保卫台湾，也不是保卫机场，而是保卫在台湾的美国人。香港中评社之前的分析也认为，去年的汉光演习明显是在配合美国制造战争氛围。
施宏分析认为，美国人提要求，台湾当局就照办，这表明美国能够通过台当局对台湾地区军队进行控制，让台湾地区军队成为服务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工具。同时也能看出，美国早就看出台湾地区军队以往的演习模式完全就是做样子、糊弄事儿，这样下去会导致台湾地区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下，跟解放军的实力对比将成为地上和天上的差距。所以，美国现在要求台湾地区军队的改变演习模式，目的是避免台湾地区军队的战斗力完全沦为一样拉枪头，在解放军面前毫无一战之力。